人到了一定年纪，真的注定记忆力衰退、健忘、丢三落四吗？很多人发现自己上了年纪后，开始忘记事情，刚刚讲过的话，转头就不记得，把东西放在哪里，常常找不到，遇到老朋友，一时想不起对方名字。这种种迹象，是否意味着大脑走下坡，记忆力回不去了呢？还是说，我们其实有办法扭转这个颓势？今天我们要揭开一位85岁脑科专家的神秘发现，他提出一套非药物记忆恢复法，只要每天花5分钟做一件小事，就能轻松唤醒沉睡的记忆力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，找出让大脑重返年轻的秘密。首先，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，记忆力衰退并非老化的不可避免结果。许多年长者把健忘当作人生常态，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失智症。但事实上，记忆变差不一定是脑退化，更不见得无可救药。举个例子，不少研究指出，记忆力下降、反应变慢，有时候和营养不良有关。例如，有位老年神经科医师提到，记忆力差、反应慢，并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，而可能是维生素 B12 不足。缺乏维生素 B12 时，神经细胞无法获得足够养分，人就容易健忘、注意力涣散。这种因营养缺乏导致的记忆问题，其实透过补充饮食是可以逆转的。我们的85岁专家也强调，在尝试其他方法前，先确定记忆力变差的隐藏原因，是不是因为压力过大没有疏解？是不是因为睡眠不足导致大脑疲惫？又或者是不是像维生素 B12 这样的营养素不够？当我们找出原因并对症下药，记忆力常常可以明显改善。换句话说，健忘不等于大脑老化的宿命，我们完全有机会扭转乾坤。更令人振奋的是，科学家发现人的大脑拥有惊人的恢复力和可塑性。过去人们以为成年之后脑细胞只会越用越少，死掉就补不回来。然而20世纪末的研究推翻了这个观念。科学家在海马回，也就是掌管记忆的大脑区域，观察到成年人的神经干细胞可以再度生长，产生新的神经元。1998年，西班牙裔女科学家艾尔维拉发现，哪怕是高龄的老年人，大脑记忆中枢也能出现新生的细胞。这表示我们的大脑并非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，而是可以自我修补、重新连线。也就是说，记忆力减退并不是不可逆转的，只要给予正确的刺激，曾经遗忘的事也可能重新浮现脑海，原本生锈的大脑也可能再次开机运转。讲到这里，我们需要认识一个概念，大脑可塑性。所谓可塑性，简单说就是大脑根据我们的活动进行改变与调试的能力。当你反复练习一项技能，大脑中负责相关动作或记忆的神经回路就会变得更强壮，连结更紧密。相反地，长期不使用的神经回路则会闲置生锈。这种用进废退的机制存在于各个年龄层。不仅年轻人学习新事物时，大脑会改变，老年人的大脑同样可以透过训练发生结构上的强化。曾经有研究让一群平均年过60的长者，每天花一些时间练习记忆游戏，学习新知。几个月后，他们的大脑影像扫描结果显示，负责学习记忆的海马回体积不减反增。换句话说，透过适当的刺激，海马回这块记忆硬盘居然变大了，容量提高了。还有一项著名实验发现，伦敦的计程车司机因为常年记忆城市中复杂的街道地图，他们海马回的后部区域体积明显比一般人更大。这些例子都证明，我们的大脑就像肌肉一样可以锻炼，年纪大了也一样管用。更惊人的是，运动可以促进大脑长出新细胞。2011年的一项临床研究招募了一群平均年龄70岁左右的老年人，让其中一半每周进行适度有氧运动，例如健走，另一半则只做伸展等轻松活动。1年之后，有氧运动组老人的海马回体积平均增加了约 2%， 相当于把大脑时钟倒转了1到2年，而对照组的海马回则持续萎缩。区1年的运动训练就部分逆转了记忆中枢的老化。这项研究首次直接证实，透过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我们真的能让衰退的大脑再度年轻起来。因此，大脑科学界开始聚焦，有哪些非药物的方法
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记忆，找回失去的记忆力。如果药丸不是唯一出路，那么生活中的哪些习惯才是大脑最好的良药？接下来，我们就按照85岁脑科专家的观点，一步步拆解这套神奇的记忆恢复法。这位85岁的脑科专家强调，关键在于每天固定花5分钟刺激大脑。也许你会好奇，短短5分钟能做什么？事实上，只要动作对了，5分钟已足够唤醒我们沉睡的大脑。他推荐一套简单的小运动，有点类似瑜伽和体操的结合，被许多人称为超级大脑瑜伽。千万别被这名字吓到，这运动一点也不复杂，任何人都能照着做。首先，站直身体，放松肩膀，面带微笑，然后交叉双手去按压耳垂。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右耳垂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左耳垂。记得是手臂交叉在胸前，一只手从上方，另一只从下方来按住耳垂。按压的同时，舌尖轻轻顶住上颚。这个动作据说能刺激口腔和大脑的连结。接下来要配合深呼吸和上下蹲的动作，一边透过鼻子慢慢吸气，一边屈膝下蹲到底，然后一边从嘴巴吐气，一边慢慢站起回到直立姿势。如此一上一下为一次完整动作。整个过程中，手要一直捏着对侧耳垂，舌尖抵住上颚。按照专家的建议，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做这个动作，连续14次到21次，大约耗时5分钟左右。别小看这短短5分钟的交叉下蹲动作，它对大脑的刺激相当全面。为什么要捏耳垂呢？原来我们的耳垂上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，中医认为耳垂对应全身，尤其和头脑关联密切。用手指按压耳垂等于给大脑穴位做马杀鸡，能让脑部的能量循环活络起来。而且左右手交叉，左手刺激右耳，右手刺激左耳，这个交叉动作非常巧妙。由于左脑控制右半身，右脑控制左半身，当我们双手交叉用力时，等于同时唤醒左右两侧大脑，再配合下蹲这个全身性动作，促进血液从脚到头的循环，加上规律的深呼吸，提供更多氧气，整套动作对大脑形成连续5分钟的全方位刺激。许多人做完都反映头脑变得清醒，注意力提高，仿佛刚睡醒的大脑被彻底唤活了。坚持每天这样做，你会发现记忆力有逐渐改善的趋势。以前容易忘记的东西，现在居然记得牢牢的，做事也比较专注，不容易分心了。如果觉得下蹲动作膝盖负担大，也可以改用另一种交叉运动来替代。专家推荐一个原地交叉抬腿运动，站在原地，双手放在头后或胸前，然后交替抬膝碰肘，左膝抬起，同时用右肘去碰触左膝，再换右膝抬起，用左肘去碰右膝，就这样左右交替，连续做1分钟。这个动作同样需要左右身体协调，能刺激左右脑同时动员起来，而且抬腿会加速血液循环。1分钟下来，你会感到微微气喘，全身暖和，头脑也跟着清醒。每天抽出1分钟做这套交叉抬腿操，有助于守住脑细胞的活力。专家建议可以把5分钟的大脑瑜伽和1分钟交叉抬腿结合起来。早上运动完，精神特别好，仿佛给大脑充了电，开始一天不再迷糊。每天5分钟的刺激只是开端，要让记忆力真正强健持久，我们还需要长期规律的运动。运动对大脑的重要性，几乎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运动不只是强壮肌肉，更是在喂养我们的大脑。当你运动时，心跳加快，全身血液循环提高，大脑也会收到更多富含氧气和营养的血液。有研究显示，运动能促进一种叫做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 BDNF 的物质分泌。这种物质被誉为大脑的肥料，能帮助神经元的生长和修复。所以当你持之以恒的运动，就像定期给大脑施肥，让脑细胞保持健康活跃。什么样的运动对记忆力最好呢？专家们的回答是有氧运动，例如健走、慢跑、骑脚踏车、游泳等等。凡是能让心跳加速的节奏运动都非常适合大脑保健。日本有位82岁的脑科学教授山本八郎，他本人每天都在练习一种抗失智的健走法。他强调保持血管健康，
维持良好的脑部血流是预防记忆衰退的基础。他引用研究指出，每天健走1小时以上的人，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比每天走路不到30分钟的人降低了将近30%。即使一天走30分钟，失智风险也比久坐族平均少1成以上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，哪怕只是规律散步，都对保护大脑大有助益。如果你很少运动，不妨从每周3次，每次20到30分钟走路开始，逐步养成习惯。走路时可以试试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训练加走路双重任务，一边走一边动脑筋做点小算术，比如从100开始，每次减去3，再减5，如此交替倒数，100、97、92、89、84。这种结合体力和脑力的活动，能有效延缓认知能力恶化，因为它让你的身体和大脑同步锻炼，更充分地活化脑部各个区域。开始可能觉得困难，不过慢慢练习，你会发现大脑的灵活度提升许多。许多人或许想问，我已经老了，体力不好，运动会不会太迟？其实一点也不晚。有位职能治疗师分享过他的经验，一位90岁的失智症爷爷，刚开始时连走路都喘，记忆力更是一团糟。但在治疗师的带领下，爷爷每天做5分钟的超慢跑，在原地小步跑动，加上一些简单的手指灵活操，几个月后，老人家的腿脚变有力了。最开心的是，他开始能记住家人的名字和当天发生的小事。家人惊喜地说，仿佛失去的父亲又回来了。即使是90高龄，只要肯开始运动，大脑都还是有可塑性的回应。可见，稳定运动真的是最廉价有效的记忆复健课，人人都该善加利用。除了运动，我们每天吃什么也深深影响着大脑的表现。大脑这部精密机器需要优质的燃料，健康均衡的饮食就是最佳能源。许多研究指出，地中海型饮食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，减少失智风险。所谓地中海型饮食，包含大量的新鲜蔬菜、水果、全谷、坚果、橄榄油和鱼类，红肉和精制糖分则较少摄取。美国的营养学家进一步结合地中海饮食和 DASH 饮食，防止高血压饮食，提出了所谓的 MIND 饮食法。Mind 是脑部饮食的意思，顾名思义，这种饮食专门针对大脑健康设计。它鼓励大家多吃绿色叶菜，如菠菜、甘蓝等深色蔬菜，富含抗氧化物的浆果，例如蓝莓、草莓，坚果含适量的红酒。研究显示，长期遵从 MIND 饮食的人，认知老化速度明显较慢，甚至相当于让大脑年轻了好几岁。我们那位85岁的专家也幽默地说，想预防失智，就记住，命得多吃菜，多用油，好油常吃鱼，偶尔小酌红酒，少碰加工食品。前面提到维生素 B12 的重要性，在饮食上要注意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。维他命 B12 主要存在于鱼、瘦肉、蛋、乳制品等动物性食品中。如果你长期吃素或胃肠吸收不良，可能需要经医师评估额外补充。B12 足够能让神经细胞的髓鞘维持健康，讯息传导更快，自然记忆力表现也会较好。除了 B12，Omega-3 脂肪酸对大脑而言也是黄金营养。深海鱼、卢鲑鱼、沙丁鱼、亚麻仁籽、核桃等富含 Omega-3， 可以减少脑部发炎，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柔软性。适量补充这些健康油脂，有助于保持思路清晰。还有一点常被忽略的是水分。大脑有将近2/3是由水构成的，轻度脱水就可能让人感到疲倦，反应迟钝。年纪大的人因为口渴感较迟钝，更容易不知不觉喝太少水。所以记得每天主动喝足够的水，保持身体和大脑的水分平衡。当你水喝够了，脑中的血液循环顺畅，带来的氧气和营养也较充沛，头脑自然比较灵光。总之，从现在开始善待你的脑，先从善待你的胃开始，远离太油太甜的食物，多吃天然的食材。你吃进每一口健康食物，都是在为脑细胞加油。反之，如果经常大鱼大肉、高糖高盐，血管容易堵塞发炎，大脑当然跟着受害。幸运的是，改变永远不嫌晚，即使中年以后才开始调整饮食，也一样能为你的大脑带来长足的好处。
我们常说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，对大脑而言也是如此。大脑需要朋友，需要互动，需要生活刺激。一项长达25年的追踪研究，针对所谓的超级老人进行分析。超级老人指的是80岁以上，但记忆力表现媲美50、60岁年轻人的长者。研究结果投下一枚震撼弹，这些超级老人的存在，证明认知能力衰退并非老化必然结果。那他们有什么秘诀呢？研究人员发现，超级老人大多没有特殊的神奇基因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生活方式，特别是拥有丰富的社交和兴趣爱好。现年85岁的塞尔雅克利女士就是其中一位超级老人。她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满满的，参加合唱团练歌，用巧手制作手工饰品，保持规律运动，热爱阅读，还积极参与读书会和社区志工活动。更令人佩服的是，她还会利用空闲为街友们编织帽子和围巾回馈社会。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，让她的大脑持续受到刺激和挑战。亚克力每晚也确保7个半小时的充足睡眠来恢复精力。在一项严格的记忆测试中，他的表现和年轻20-30岁的人不相上下。科研人员感叹，这位85岁婆婆的记忆力年轻了30岁。雅克利用行动证明，保持大脑年轻的关键不在仙丹，而在于永不停止的学习和参与生活。社交活动对大脑的益处，从神经科学角度也能解释一二。当我们和朋友聊天，和家人打牌，参加团体活动时，大脑需要处理复杂的讯息交流、情绪反应以及记住人名和细节等任务，这相当于给大脑做全方位的训练。难怪有人说，大脑需要朋友，有来有往的互动能让大脑保持灵敏。如果一个人长期缺乏社交，生活单调孤独，大脑反而容易退化得快。相反，经常与人交往能减缓这种退化。一项研究甚至发现，喜欢社交的长者大脑中与社交行为相关的特殊神经元数量更多，这可能赋予他们抵抗失智的能力。当然，大脑的朋友不只是指人际关系，也可以是你热爱的任何活动。培养1-2项兴趣爱好，对保持记忆力大有帮助。无论是学习书法、弹钢琴、下围棋，还是种花、钓鱼、练太极，只要是你发自内心感兴趣的事情，都会让你投入注意力并感到愉快。这种专注而愉悦的状态，正是大脑最好的保养品。有兴趣驱动时，我们会不断给大脑新的刺激，学会新的知识技能，神经连结因此更加丰富。甚至简单如每天花几分钟回忆美好的往事，跟家人一起翻看旧照片，这些温馨的心理活动都在锻炼记忆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保持记忆力可以这么有趣。我们越享受生活，记忆也越鲜活。谈到大脑保健，绝对不能漏掉睡眠这个环节。充足而高品质的睡眠对记忆力的作用，犹如夜间充电一样重要。人在熟睡时，大脑其实忙着进行一项关键工作，整理由白天获取的资讯，强化需要记住的记忆，清除不需要的废物。深度睡眠时，大脑会重复回放白天的记忆片段，将短期记忆转存成长期记忆。因此，若想巩固学到的新知识、新经验，睡个好觉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很多学生都有经验，考试前熬夜苦读，反而不如考前1晚睡饱来得记得清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睡眠还有另一个神奇功能，替大脑清扫垃圾。脑细胞在白天代谢会产生一些废弃物质，其中包括和失智症密切相关的贝塔类淀粉样蛋白。这种蛋白质如果长期堆积在脑中，会形成所谓老人斑，阻碍神经细胞沟通，引发记忆衰退。然而，在睡眠状态下，脑脊髓液循环加速，可以把这些代谢废物冲刷带走。美国华盛顿大学一项研究比较了睡眠品质良好和差的长者，发现睡眠不佳者，脑中贝塔类淀粉蛋白的累积量是良好睡眠者的5倍以上。这听起来相当可怕，也难怪经常失眠的人长期下来容易出现记忆力问题。可以说，每一夜安稳的睡眠都在为你的大脑做大扫除，让昨天学习的东西更好地留在脑中，同时抹去不需要的杂讯。如何才能拥有高品质的睡眠呢？85岁的专家给出几点小建议。规律作息是基础，
尽量每天固定时间上床和起床，培养身体的生理时钟。睡前1-2个小时避免使用手机、电脑等强光屏幕，因为强光会抑制褪黑激素分泌，让你不容易入睡。不妨在睡前安排一套放松仪式，例如泡个温水脚，听听舒缓的音乐，或做几个简单伸展动作，向大脑发出该睡觉了的信号。如果白天有运动习惯，晚上也比较容易睡得沉。有人说睡眠是最好的补药，确实如此。当你每晚都睡得香甜，大脑才能精神抖擞地迎接新一天，你的记忆力也会像充满电一样，源源不绝地为你工作。听完这么多，你是否对恢复记忆力充满信心了呢？总结一下，我们揭开的非药物记忆恢复法其实包含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每天5分钟的交叉大脑运动，唤醒沉睡神经回路，规律的有氧运动，为脑细胞输送氧气与养分，均衡营养的饮食，提供大脑所需的燃料，同时避免有害沉积，积极丰富的社交和学习活动，给予大脑不断的刺激和挑战，再加上优质充足的睡眠，每晚替大脑修复重组，一环扣一环，打造出一个脑力常青的良性循环。最妙的是，这些方法全部平价无副作用，你不需要花大钱买补药，也不必担心药物副作用，只需要从现在开始调整生活习惯就能实现。或许有人会问，真的有这么神吗？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谈什么玄乎的奇迹，而是扎扎实实的科学证据支持下的结论。人的大脑本来就有与生俱来的韧性和恢复力，只不过过去我们误以为它不可改变，于是眼睁睁看着记忆力随年龄下滑。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逆转记忆时钟的钥匙，只要付诸行动，你的大脑一定会给你惊喜。也许一开始只是发现不再忘东忘西，小确幸慢慢累积，长期坚持下去，你可能成为朋友眼中那位记忆力超群的逆龄长者。想象一下，7老80的你还能清楚记得孙儿们的名字生日，讲起陈年往事如数家珍，学起新手机新科技也一点不含糊，那将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人生。最后，85岁脑科专家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照顾好你的大脑，它会比你想象的更照顾好你的记忆。从今天开始，别再把健忘当成无法改变的命运，每天拿出5分钟，动一动，学一学，你就在一点一滴地唤醒你的记忆潜能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轻松唤醒记忆力，守护属于自己的珍贵回忆，让脑海中的故事历久弥新。记住，改变永远不嫌晚，你我都可以成为下一个记忆力出众的超级老人。祝福大家的大脑都保持年轻，记忆力棒棒，现在就行动起来吧。